小伙竟在家中打造隐藏游戏房，只为能在严厉父母面前活下来，在24小时内必须服从父母的命令。此时虾哥才意识到，原来国外小伙也并不容易。与此同时，自己的好基友也必须活下来。他要听从二狗的话，为此不得不将自己的信用卡拱手相让。黄毛和小胖谁先坚持不住，就必须接受跳伞的惩罚。黄毛爸爸为了不让他看电视，竟一怒之下将电视机摧毁。而妈妈为了让黄毛戒掉游戏，竟然将显示器从楼上扔了下去。黄毛更是悲痛万分。不仅如此，父母更是让他掏出手机，并且亲手将手机摔碎。为了能够继续赢得胜利，他只好伤心的照做。另一边，二狗拿着小胖的信用卡直接来到苹果商店，各种手机以及平板电脑，只要看上了通通拿下。这种不用花自己钱的购买方式，搞得小胖无比蛋疼，轻轻松松消费5000美金，接着又点了各种美食。然而小胖却只能干看着，这也令他欲哭无泪。随后又在大型卖场直接消费了5000美金的购物卡。在没有了各种娱乐设备的黄毛，此时也是百无聊赖。然而即使他想要尝试吃些东西时，都被父母无情的阻拦，接着就被要求在鸡圈里掏蛋。对于从没和鸡打过交道的黄毛来说，这一切都太难了。哪怕是达到规定时间，黄毛依旧没有得到鸡蛋。为了惩罚他，甚至让他主动向女朋友提出分手。这时二狗要带小胖见见自己的朋友，他被要求躺进浴缸里，接着便打算给他一些惊喜。一整袋的大肉虫全部倒在小胖身上，搞得他也是极度崩溃。再放上一只小雏鸡，正当他以为会就此罢休时，更加惊喜的才刚刚到来。二狗又为他加了一大袋子的小强，吓得小胖险些从里面跳出来，不停地发出惊声尖叫。没有比这更糟糕的事情了。没想到接下来依旧没有这么好运，小胖再次被要求在充满恶臭的卫生间里待满1小时。可他刚想放弃时，二狗警告他，如果放弃就必须要去高空跳伞。被逼无奈的他只好照做。眼见他还能忍受，坏蛋二狗又往里面加入一些臭味剂，里面的小胖简直暴跳如雷。更加可恶的是，二狗竟毫不留情地将移动卫生间推倒，整个小胖更是全身沾满了粪便。可尽管这样，小胖仍然还是不肯放弃。这时黄毛的好基友小帅来到家里，他向小帅讲述了自己的痛苦经历，并且想让小帅帮助自己分散父母的注意力，自己可以抽出时间打造一间隐藏游戏房，从而能够躲避他们的视线。而小帅果然不负众望，成功吸引了黄毛父母的注意。这时黄毛快速找到搭建隐藏密室的房间，于是立刻跑到大型家具卖场选购了一些建造材料，回到家后便快速动手安装起来。另一边，二狗带着小胖来到火焰山，甚至不惜让他在炎热的夏季穿上厚厚的羽绒服。然而很快小胖便迷失了方向，急得他不知如何是好，他也只好硬着头皮继续前行。在行走了10万8千里后，身心疲惫的他竟寻找到了生命源泉，喝下去后立刻重新充满活力。可只是过了2个小时后，他再次陷入崩溃。这时二狗打来电话，并且告诉他必须尽快爬上山顶才可以。小胖听后如同晴天霹雳，面对着如此陡峭的高山，他也只好继续照做。这时小帅利用自己神乎其神的口才，哄得黄毛父母晕头转向，成功为黄毛搭建密室赢得了充足的时间。在将杂物间的物品全部清除出去后，重新设计了一个入口。与此同时，他的父母却百思不得其解，始终无法解答出小帅提出的数学方程问题。纵使小帅如何提示，也都无济于事。随后便找来上百瓶饮料，亲自为他们演示一个浴缸能装下多少水。这无疑大大浪费掉了很多时间。此时黄毛这边密室的主体结构已经搭建完成，接着来到购物中心，大肆选购着各种游戏设备、游戏机、耳麦，甚至 LED 灯，只要看上了全部通通拿下。各种零食也是必不可少。这种花钱不看价格的购物方式，虾哥祝愿屏幕前的粉丝们往后都能实现。回到家后便将所有的设备全部搬进密室，随后还铺贴了绿色地毯，放置了一个懒人沙发，再将氛围灯装饰上去后，氛围感立刻拉满。这里的物资也足够丰富，不仅有各种零食，还有各种电竞设备，甚至还放有迷你小冰箱。这样的密室不能说毫无破绽，简直完美无瑕。躺上去睡上一觉，真的是太舒服了。另一边，父母仍旧不停地拧瓶盖，小帅无聊的早已进入梦乡。父母在数了接近300个瓶子后，也已经累到精疲力尽。没想到此时两人才识别出小帅的身份，这也令二人愤怒不已，并且赶忙寻找起黄毛。而小胖这边早已累到气喘吁吁，可他依旧完美的完成了任务。没想到此时万恶的电话再次响起，这次二狗告诉他并没有到达山顶，必须要爬到最高峰才算完事。他也赶忙再次向上攀爬起来。不一会他就累到瘫倒在山上，又累又热的他呼吸都快要窒息了。另一边，父母不停地寻找着黄毛的身影，丝毫不想放过任何一个可疑点。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黄毛在游戏房里玩得有多开心。然而父母在寻找半天后都没能发现黄毛的身影。此时已经快要虚脱的小胖看着遥不可及的山顶，再看看脚下的高度，他才意识到自己深陷绝望的境地，吓得他内心更是慌乱不已。这时再也坚持不住的他果断地选择了放弃，他再也忍受不了炎热天气了，脱去了厚重的棉服。同时二狗带着小胖回到黄毛家中，并且宣布他放弃了挑战。听闻此话的黄毛瞬间兴奋起来，
直到最后父母都没能发现密室的存在。恭喜黄毛赢得了最终的胜利，而挑战失败的小胖也不得不接受跳伞的残酷惩罚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是你会如何躲避疯狂的父母呢？